中国驻欧盟大使支持乌克兰的观点引发热议，其实这是中国的一贯原则。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这两天呢，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接受媒体访问，谈到俄乌问题的时候呢，记者就问到中国是否支持乌克兰收回包括克里米亚、乌东各州在内领土，恢复1991年时版图目标。傅聪呢就回答 I don't see why not， 就是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啊。由于英语里边这个 why not 是很明确的表示支持的含义，所以这段话就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认为呢这是中国在俄问题上表态最明确的一次了。还有人说中国正在改变立场，这个发言是不是要影响中俄关系呢？特别是很多人现在还在关注中国未来在俄问题上将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此呢，傅聪大使的说法就引起了很多讨论。比如中国未来在提出建议的时候，会不会要求俄罗斯撤军？其实呢，俄乌战争爆发这么久了，相关报道已经太多了。从冲突一开始，中国就反复强调中国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完整。对于克里米亚还有乌东四州的问题呢，中国从2014年到现在也没有说过承认这些地方属于俄罗斯。我们当然不可能承认啊，因为我们有台湾问题要解决，我们不可能承认谁通过操作一个公投就让一个地区轻易独立，然后并入别的国家的做法。我们不能在台湾问题上给自己挖坑。这也就是外交部部长秦刚在美国担任驻美大使的时候说过的，中俄合作有上限，但是有底线，中国还是要首先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当然不是什么事儿我们都必须跟俄罗斯观点一致的。这个呢也并不是中国要远离俄罗斯，而是说我们会随时把两国关系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距离。所以傅聪的发言只是换了一个角度，再次强调了中国立场。28日，记者问中国外交部傅聪大使的观点是否代表中国立场，外交部新发言人也回应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这次发言人就没有像上次那样说大使观点是个人意见，没有说是个人意见，也就表明这次外交部没有表示反对。至于说为什么傅聪大使这次用了 why not 这么清晰的表达，首先呢，很可能还是为了对冲国外的一些传言，因为美国一直造谣嘛，说中国选边站支持俄罗斯。国内呢也有一股力量天天说我们必须选边站，谁支持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谁就是真亲美。这股势力呢跟美国配合的也是非常默契的。那么中国要坚持说明自己的中立立场，就必然对这些声音进行反击。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傅聪作为中国驻欧盟大使，其责任就是要在中央政策主导下重新推动中欧关系建设。比如他这几天在中欧关系对话会上还表示，中国视欧盟为伙伴，中欧领导人会晤正在积极筹备中。对于有人问到的中国对欧政策是否会随时间改变的问题，傅聪也解释，由于具体问题的变化，一国的某些政策立场自然也会发生改变的，说明中欧之间的合作还要加大加深。为了加大加深合作，肯定会有些政策调整，而这种情况下，中国更有必要说明自己在俄乌问题上的中立态度从未改变。同样，这也是要把中国跟欧盟的关系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距离。至于说对俄关系是否会受影响，我认为不会有本质影响。比如巴基斯坦向乌克兰提供炮弹，俄罗斯都没有对巴基斯坦表示不满，更何况我们从来没有向乌克兰提供过武器。而且中国在克里米亚还有乌东四州领土上的表态呢，俄方是早就了解的，他们知道这个问题上我们立场呢无法改变，所以每次跟中国会晤也都只能说理解中国的中立立场。而且中乌之间的合作呢是一般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中俄关系呢要比中乌关系更密切，合作层次更高。只要这个没有变，那么中俄关系总体基调也不会变。中国历来在表示支持乌克兰领土要求的同时呢，也一直强调各国不能忽视俄罗斯的合理合法的安全关切，所以俄罗斯也没有什么可以不满意的。其实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傅聪在说了支持乌克兰主权领土要求之后，也说了俄乌历史问题需要由俄乌两国通过谈判来解决。
副大使的表态意味着最终决定两国命运的只能靠两国自己。只不过未来中国在俄问题上要发挥促谈的作用，可能会在如何推动谈判、停止冲突、如何进行战后安排方面，会拿出比以往更清晰、更具体的意见，更需要在俄欧之间找准新的平衡。毕竟还是那句话，一个国家的政策会随着时间情况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